嗨，大家好。刚刚我坐的这个大巴在上环某个地方呢就下了车。现在呢，我要去找上环地铁站啊。我们准备去找我们的一个目的地，在西营盘那边啊，香港的牙医学院，其实也是在港大的边上啊。香港大学边上，准备呢到那边去办一些事。现在呢，我们就向着地铁站走一段啊，大家呢可以顺着我的镜头啊，来看看香港街头普通的一天啊，但是也是看来是繁忙的一天。你可以看到这个高架桥下有很多的车在那里排队。香港的街道呢，因为它这个土地啊都是私有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大家建的楼宇啊有新有旧，但是呢都是密密麻麻啊，寸土寸金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有香港台山商会，有什么中青会，也有一些看来比较陈旧的大楼。这边呢就是信德中心，就是上环站的入口。现在呢，我们进地铁，去搭一段地铁去。今天呢，我们再到香港来做一次访客啊。现在我们到上环地铁站去搭地铁。香港地铁呢，还是非常便捷高效的啊，而且各方面设施呢也都是比较完善的。现在呢，我们用八达通卡，看来还不错啊，还有钱在里面。站稳扶好，不要在自动扶梯上走路。这个八达通卡，前几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一直没有来，然后香港政府呢就需要让这个卡重新激活一下才能使用，但是呢要另外交20块钱才能使用它以前里面有的金额啊。我觉得这可能是香港在疫情当中啊花钱花太多了啊，总得找一些办法呢来敛财。但是呢，八达通卡呢确实还是挺方便的。你只要在里边存钱啊，除了坐车以外呢，其实你在各种各样地方都可以作为一个储值卡来消费、付账啊。这边呢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摆设，虽然香港地方不大啊，地铁站也挺拥挤，但是呢非常的整洁。去西营盘呢就要走坚尼地城方向。现在呢我们向下去站台啊。前几天呢还在英国伦敦。其实香港地铁呢应该也是学
英国的这个地铁系统，作为世界上最早建地铁的伦敦，应该是地铁的老师级的存在啊。所以香港以前的地铁呢，里面那些规划、交通呢，我觉得跟英国地铁是有点像的。前方的就是站台了啊。这边呢就是上环车站啊。我们要去的新盘呢，就在香港大学和上环之间，只有一个站而已啊。这边呢还是会有一些老照片展示60年代的上中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来到香港呢，你就可以感受到香港人的急匆匆的步伐啊，就每个人呢都非常赶时间的这种样子。只坐了一个站呢，已经来到了西营盘啊。现在我们要找一个出口出去。前面呢也有手扶电梯。这条港岛线呢，从最西面的台湾到最东面的坚尼地城，大概也有10多个站啊。中间呢会经过一些最热闹的地方。坐了一个站4块8毛钱啊。他们都说香港地铁是吞金兽，就你稍稍的坐几站，可能就是要10来块钱，甚至更贵啊。这边呢都有一些地图，还是标示的非常的清楚。你听到香港的这个手扶电梯啊，它那个声音滴滴滴滴的响的节奏非常快啊，就总是催人快走的这种感觉。你走到街上过马路也是这种声音。这边呢就利用这一整面的墙啊，就是把香港的以前的那种照片，通过黑白的这照片呢，来进行一个展示，很有怀旧的味道。你看，
这样的壁画，3D 的壁画还是挺吸引人的。第一街 First Street 第一街。香港的街道就这样在山坡上一直下去，可以望到海。然后这边呢一直在上去一层层的上去，望着半山的地方。这边呢就是西营盘的一个街市，这些马路呢都比较窄小。这就是香港人的生活的场景就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就必须要在这种比较逼仄的环境当中找到自己的空间，生活很不容易所以富裕的人当然就是望山观海，但是普通老百姓也有一些人住在笼屋里面像个笼子里头一样的这样的这种生活场景，我们在很多的媒体上也经常看到。你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房间就是一个汽车的服务中心，很多人就是靠这样的方式讨生活。但另外来讲的话香港又是曾经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家在这个香港的一些豪华地段享受着非常好的办公室的环境收入也是顶级的。那这部分人很多也从这种地方走出去的所以在香港一定就是要心怀一种奋斗的精神，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曾经的香港希望将来香港还会延续，就是注重个人奋斗，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的环境我们来看看这边有很多的房子就动辄都是1000万以上，2-3千万也大大的有。但是这个已经跟香港普通老百姓尤其是那些年轻人已经有了脱节到了这边我就看到这个地方是 Hospital Road 医院道跟很多的地方都一样，很多的国外的城市都会有这样的医院道等等，这表明这里就是一个医院。那我眼前的就是菲乐牙医学院，现在准备走上去看一看。整个牙医学院的楼看来有些陈旧了它也是 Faculty of Dentist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属于香港大学的牙医学院，就像我前段时去的多伦多大学的牙医学院有点类似。好，我们进到这个牙医学院里面去看一看。刚刚在西营盘那边的牙医学院办完事，现在来到它隔壁的一个车站，就是香港大学，准备到香港大学再去走走看看以前曾经来过，但是已经很多年以前了正好今天乘着跟孩子一起来香港的机会，到香港的著名大学香港大学来走一走看一看。
香港大学站街道图啊，我们应该从 A1 或者 A2 这边出来。从 A2 出去呢，就是香港大学本部的校园。这边也写了很多什么什么楼啊，这些呢都是以前那些诗人呢捐建的楼，所以挂有他们的名字。香港大学100年印记啊，这个地铁的走廊里面呢，专门有把香港大学成立至今100多年来的一个历史啊，做了一个照片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展示。為他人嘅安全着想，喺港鐵範圍內請勿使用滑板車、滑板、滑單車。For the safety of others, use of scooters, skateboards, or bicycles is not allowed anywhere on the MTR premises. 安全第一，如果覺得身體唔舒服，選擇啲。Use the lift if you feel unwell. Travel safely. 因为你告诉他们这个水的很讨厌是太从灰白的照片到彩色的照片，里面展示了很多香港大学的人物，还有各项设施等等啊。从那个车站出来呢，就有一个电梯，电梯上来呢，其实就是香港大学了。可是我们记得以前啊，好像要走很多路才可以走到香港大学里面。那看来呢，这边是一条近道啊。从这个牌上可以有一些指示啊，通向本部校园，也有100周年校园纪念啊这样的地方，还有不少香港名人捐助的这些大楼，就以这些人物名字来命名。墙上呢还是非常有朝气的一些年轻人的头像。这边的很多的年轻的孩子都是讲的国语，讲的普通话。那相信呢，他们应该都是从大陆来的学子。作为一所世界著名的学府，香港大学呢名声在外啊。尤其是在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香港，所以呢就会有更多的西方的一些观念啊，以更快的速度、更便捷的途径呢来到香港。所以这边呢应该是接受新技术啊，或者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地方。这个里面呢，其实就展示着香港大学的一些发展的历史啊，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随便都可以进去的呢？许世芬地质博物馆、唐树雄科学馆，都是一些名人啊在这边捐献的一些大楼。在香港呢，有一个传统啊，就是那种交通要道的上面啊，都有那个行人天桥，都有遮雨的棚啊。那这边呢，我刚才看到啊，这一路过来呢，其实也做了很多遮雨的玻璃顶。这样的话，
走在校园里面呢，就不会淋湿，不带雨伞也没有问题。这个是邵逸夫楼啊，一位香港的媒体巨人。这边呢也会有一些学生的用餐的小店，当然也会有一些贴这种 post 这样的墙面，当然也少不了银行的柜员机等等啊。都是以各个捐钱的人士啊命名的这些楼。我相信呢，这个楼啊都是经过了重新的修整啊。你看，像这种横梁啊，应该都是后面加固而成的。庄月明文化中心，这是李嘉诚的已经过世的太太命名的一个大楼。这边呢有很多的各个人命名的这种楼层啊，相信大家都是一些捐钱的人士。原来这边还有百家超级市场啊，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设施。